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星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想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连接宇宙能量的机会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你当下的一个职业发展情况。今天呢，我们会来具体的连接在工作当中，在事业里，在你的创业之路，或者是在你追求个人理想和成功的道路当中，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他们的情况分别是如何的。那么今天在占卜当中呢，希望能够帮助在职的朋友来看包括你的职位和机遇。那么在职的朋友呢，我们重点会来看关于你的成功还有你的财运情况。所以说，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么今天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啊，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第一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选择了一个能量小物，是你面前的这个贝壳。OK， 贝壳，转一下，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我们这里是贝壳。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很有意思，我为你们选择的这个能量小物啊，是一根火柴。OK， 是一根火柴。第二组牌的朋友。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啊，这边呢我为你们选择的一个能量连接小物是一把钥匙。是一把钥匙。OK，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好。那么方便你们呢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啊进行一个好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下的一个职业发展情况究竟是如何的？关于我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分别的能量状态是怎样的？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哪一个能量小物，那么在能量上跟自己当下是最有连结、最有对应的呢？我们今天呢会有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环节，所以有些朋友呢，你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占卜的第一个环节来具体的对应每一副牌组的能量以及相关的讯息是否跟自己是有对应的。那么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个预测，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我们今天都会有出现。所以说请大家选牌的时候呢放轻松。好，如果说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一个指引和提示，你的职业发展方向，你的未来职业发展运势都是如何的呢？那我们待会儿见啦。
Hello，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贝壳。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喽，你们可以做参考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这张指引牌啊。The Law of Allowing， 这个是这个呢就是世界吸引力法则啊，允许的一个能量信息啊，停止啊，我们要去尝试着，比方说修复啊、改变呢，或者是控制任何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这张牌在讲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能量当中，我们要能够试图的去允许这个能量给予我们。可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这个能量出现啊，我连接到的就是说，宇宙当下对于你的一个能量状态，对应在你的职业发展当中。也许你是一个比较，就是说行动力很强的人，你对自己的计划啊，非常的就是擅长，就是很会做计划，很会安排。然后呢，也是非常就是执行能力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一些能量，就是我们去种，或者是我们像那个种花，我们去种这个种子，我们去给它浇水，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它一段时间去成长，给它一段时间去做一个变化，给它一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亲眼见证啊这个能量的一个酝酿，所谓的显化成功。所以说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是属于那种我觉得非常勤奋的一个族群啊，在职业当中很勤奋、很努力，或者是对应在你当下的学业里面啊，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努力。你比较多的是相信自己，不信天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讲我信天，我有的时候对自己不是很自信，但我信天，我一直都是一个好人，我相信老天会给我最好的运气，对不对？可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人，你们属于那种不信命运、不信这个天命的人，你们属于那种要逆天改命的族群。也就是说，你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呢，你们会通过很多很多自己的勤奋、钻研、刻苦，OK 等等一系列的啊，就是说去改变，或者是说是控制自己的命运和人生。那么当下宇宙给的一个指引是说，让你能够去试着平衡这个能量，更多的是去允许，因为你已经够努力了，你已经行动的很多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去学会和宇宙一起创造。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族群啊，你们的行动力、你们的这个计划能力、你们的这种学习能力都很强。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和这个宇宙一起创造。这样子呢，能够更大的提高你的效率，也能够通过一些，比方说指导灵宇宙给你的提点呐，所谓的得到更多的灵感。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工作，比方说时不时的需要一些灵感，需要一些提点的话，那么这些能量是需要你去信任的。只有你真的去信任，只有你真的去相信这些灵感这些最好的安排，才能够真正的被你接收到。也就是说，宇宙想给你鼓励，想给你奖励的时候，你要能够去打开你的这个能量磁场，去接收到这个最美好的我们所谓的给予。所以我们这里第一张牌，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 The Law of Allowing， 去允许允许别人帮你，允许别人爱你，允许别人想来支持你，允许别人给你掌声，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扛，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来做，好不好？好，那我们这里是第一张牌来，我们现在来抽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好，我们现在来连接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一个能量，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OK， 权杖女儿的逆位，
好，你就告诉我们，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第一张牌，这个是 King of Spears 逆位。Six of Spears 逆位。Three of Swords 逆位。Eight of Spears 逆位。好，今天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逆位真的很多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下的这个能量。我们先来讲一下吧，等会儿我们还有一部分的抽牌没有抽完啊，我们先来讲一下当下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你的职业发展当中，当前的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什么啊？我觉得你们当下呢，对于很多事情属于那种没有方向性 ，OK， 没有什么方向性啊。你们做的很多，但是目标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晰。当下呢，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Daughter of Wands 啊，就是这个权杖女儿的一个逆位，对吧？其实呢，照理说这张牌啊，应该是在讲你是一个非常对工作对事业啊，我觉得是很有热情的一个人。其实有一部分你的成功应该是从工作和事业当中获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对于工作和事业，他不仅仅是当做一种所谓的负担啊，谋生的道路啊，必须得做，不做没钱，没钱就没有办法生活啊。那么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对于你们而言，工作跟事业不仅仅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工作和事业一部分其实是你的热情，你的理想，其实跟你的工作事业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当前呢，我看到更多的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当下的能量状态当中，我看到啊，其实你可能对于现在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当下的一个事业情况，你不是特别的满意。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对于当前的工作没有什么兴趣，属于比较乏味的那种感觉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而且呢，我当下看到啊，第二张牌的这个 King of Spears， 我觉得你对你的老板不抱希望。OK， 也就是说，你的上级、你的领导、你的团队的总管啊，类似这种我们不同工作啊，他的这个上面的那个人，可能他的这个表达形式不同，对吧？那我现在就比较概括的去说，也就是说，可能带你的这个人，或者是说管你的这个人，他自己都没有什么方向感，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所谓的抱负，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领导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老板，在你的当下的职业发展当中，他可能没有办法激起你对于你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个热情啊。我看到是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你的上级他自己没有这个方向，他自己也没有这个热情，所以你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你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奋斗，你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比方讲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老板去卖命，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老板也许他不错，这个老板也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野心的人啊，因为毕竟这边到了国王的能量啊。可是呢，这个人呢，这个领导啊，他不够赏识你，或者是说他没有把机会那种有挑战的任务交给你，所以你这边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说自己没有机会，没有好的机遇。没有机会，没有好的机遇，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有一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讲，我还是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你们想做事业的，你们想在职业发展的道路当中成就自己一番。我觉得你们的理想、你们的成功跟事业是有很强烈连接的。但是当下呢，我觉得你们没有真正的把这样子的一种热情，或者是把自己的这样子的一股能量啊带动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这张牌很有意思啊。这张牌呢有2个地方给大家就是去连接一下。第一个呢是当下有团队的朋友 ，OK， 如果当下你有一个团队啊，跟你一起做事，然后呢你是团队里的一员，这张牌在告诉我你的团队的凝聚力不够强啊，凝聚力不够强。你们对于整个团队未来的这个，比方说能不能够做成呢？做成了以后能不能够领奖金啊，比较直接的，比较直观的，或者是做成了以后你们这个团队能否每一个人都飞升呢？飞升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项目，把每一个人的实力都加强，把每一个人的简历上都增加一笔啊金砖吧，这样讲。有的时候啊，一个大的项目来了，或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项目来了，整个团队的人呢，就是劲往一处使，就是为了拿到这个奖。就是为了把这个项目做成，因为一旦成功，所有的人都会有好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成就自己事业里的理想和梦想，对吧？但是当下呢，我感觉到这个团队的能量啊，这种凝聚力不强，大家对于这个成功没有什么热情啊，做成了又怎样，不做成又怎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嘛？那么这个能量也有可能跟这个上级是有直接挂钩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上级领导是一个权杖国王的逆位，对不对？没有目标，或者是这个领导属于很自私的人，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啊，你们拿了工资就够了，我不会去给你们任何多一点点的好处，对吧？要么呢就是这个老板他自己也没什么热情，做成就做成，没做成就没做成，对他影响不大。那么团队而言的话，那也没有什么热情，老板都无所谓，我们又何必太上心呢？所以说当下我觉得如果有团队的朋友啊，这个权杖6的逆位就是这个团队力量，大家就是各自想各自的吧，或者是说就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想在事业当中，对吧，做一番事业或者是成功啊，或者是比方说努力啊，但是你的团队可能不是特别配合你，他们甚至可能会说你要那么努力干嘛，到点就回家就好了，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是小和尚撞钟，撞完了就走人，然后呢，撞完了就可以拿钱了，大家相安无事大家相安无事，然后就是比较就是打卡式的在工作，对不对？这个是权杖6啊。那第2个能量还有什么呢？就是当下如果第1副牌的朋友啊，如果你们是有这个，就是你们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你们是一个队长，甚至说你们是一个 manager， 是管理层的人的话，那么我当下看到就是在你的我们所谓的下级或者是下属的这个团队部门当中，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成绩啊，就是没有什么热情，意思就在讲他们其实对于你的这种方向性可能掌握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又或者是说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动力让他去为你拼命。有的时候啊，比方说你是这个管理层，你带团队，你希望你的团队为你去创造一个很美好的未来，或者是说你希望你的团队为你去打造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比方说项目啊，从而你们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好处，对不对？可是呢，我看到你的团队啊，对于这个所谓的要为你拼命这件事情，他们没有什么热忱。第一个呢，我刚才讲，可能你自己对于这个未来成功与否，你也没什么热情，也许是你的上级领导对于你的这个能量也是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鼓励啊。那么，所以你对于你的团队他们做的好不好，做的有多成功，可能你也不会太在意。又或者是说，你当下呢其实也很在意，但是你却没有把这种鼓励性的能量给予这个团队，也就是说，你对他们的打气不足，你对他们的这种比方说表扬不够，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做好了和没做好，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就像一个人或者是你把这个团队想象成一匹马，你想要这个马为你去跑这个比赛，那跑了这个比赛呢，你就可以得奖，就可以拿奖金。可是当前的这个马，意思是说我跑了第1名，你拿了奖金，可是我还是吃原来的草，我还是吃原来的水，我何必那么卖命呢？那如果你想要这个马跑得很好的话，你就需要去让他知道，如果你跑了第1名，我会给你更好的粮草，或者是我会给你更好的水，甚至是你会说我会用什么样子的奖励比方说这个 treats来奖励你，来表扬你，甚至是把你
放在这个领奖台上，对吧？就是或者是给你放个假呀，怎么样？就是你得有这种奖励和鼓励的机制啊，来鼓励你的团队，让他知道 OK 这件事情做好了对于我是有好处的，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做好了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个人成长是有好处的。那么当下我觉得你的团队对于整个这个能量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们其实是因为我这边看到是权杖六啊，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其实他们是想做事的，但是可能是没有这种足够的鼓励机制，又或者是说这个目标不是特别明确，你给他们说的这个好处，他们觉得可能就那样啊，没有那么的直观，或者是没有真正的吊起他们的胃口来为你往前冲，为你跑到最前面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啊，一个呢是宝剑三，一个呢是这个权杖八，两张牌也都是逆位。这边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能量稍微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就是需要你们注意的啊。我看到当前在你的同事周围 ，OK， 你的同事啊，你的这个比方讲每天跟你一起上班的这些朋友啊，这些同事同级的朋友啊，他们呢其实心里不舒服啊，甚至是心里有很多的怨气，甚至呢曾经这些同级啊跟你之间是不是还发生过一些冲突？那么这些人呢，在心里啊，就是所谓的对你啊，或者是对整个团队、对整个公司的能量，是心里有很多的不满意的，可能是很长时间没有加薪了，或者是说，曾经他们也为这个公司卖过命，但是呢，事实上公司给他们的奖励和公司给出的这种所谓的奖金啊等等情况，可能让他们觉得根本就是一种背叛，因为我们这边是宝剑三，而且是一个逆位的。那也就在说，你周围的同事他们心很凉。如果你是领导的人，如果你是领导的话啊，你周围的这个同事他们心很凉。如果你现在就是说跟他们是同级，你们是 OK 都是为这个公司去效忠的话，那么我看到你的同事心很凉。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或者是对于整个团队，他们没有什么样子的信心，甚至曾经他们还遭遇过背叛。曾经说好了要怎样怎样，曾经说好了会怎样怎样，这些所谓的诺言啊，没有真正的兑现。所以你看宝剑三的逆位，他们的心很凉，他们对于每一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没有太多的信赖感，属于那种不相信任何人，就是把这个事做好拿钱走人的感觉啊。你看宝剑三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张牌是权杖八，这张牌其实告诉我了什么呢？其实这一切啊可以改，可以变得很好，但是就是需要一点契机。这个Eight of Spears 这张牌出现呢，我看到周围啊，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同事当中啊，他们其实心里都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小心结，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小想法。他们呢不是说不愿意去跟你一起啊，让这个团队做得很好，或者是跟你一起去努力呀，跟你一起去，比方说争取一个什么项目，而是在讲他们其实内心当中有很多很乱的事情，可能他们一边想的是想努力，想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一边呢，他们心里又会觉得说，曾经已经遭遇过背叛了，或者是这个领导、这个老板让他们不能够信赖，那么他们当下现在的自己呢，也属于那种看一步走一步。这个权杖八是看一步走一步，没有说真正到那种要冲过去，但是如果真的要冲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所以呢，这个权杖八出现在最后这张牌啊，我觉得它是一个转机，也就在讲，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周围的同事之间，虽然说他们心里有这种所谓的不舒服的，甚至是这种不愿意相信的，或者是说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呢，他们其实内心当中对于成功这件事情是有渴望的，只是当下缺少一个契机，当下缺少一种所谓的鼓励，或者是当下缺少一个真正能够让他们所有人都是我们所谓的拧在一起这个团队就要拧在一起，大家要为了同一个目标，每个人都使劲，这样子每个人都能有好处。所以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非常明显你的上级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如果他不能够去给出他的这种能量，也就是这种领导力的话，那么这个当下的一个情况呢，属于那种其实是有潜力，但是这个潜力没有办法所谓的
激发出来，应该是这样讲啊，有潜力但是没有办法激发出来，而你当下是这个有潜力但是没有办法被激发出来的一员啊，你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你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你也是一个能够往前冲的一个感觉啊。你看火元素的，但是我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你的老板真的没有给你足够的机会，让你去尝试，让你去学习，让你去挑战。而当下团队之间啊，关系呢比较的松散，就是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甚至有一些同事心里还对你或者是对于老板啊是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好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想法在他们当下的能量当中。但是同样的啊，我觉得他们也是为了这个成功，为了未来的一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看到他们还是愿意去尝试，或者是愿意去把他们的力量拿出来的，好不好？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能量的情况的分析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对应在你自己这边，好，宇宙告诉我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能量，职业发展。最后一张牌，OK，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一个职业发展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能量啊，当前的这个职业发展，当前工作，当前岗位的这个职业发展情况。首先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的啊是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没有被足够的去表扬和认可。当下的这个能量呢，让我看到是你们的这种火元素啊，没有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在讲这份工作当前的这个职业规划里面的这件事情啊，可能让你们觉得没有未来，让你们觉得自己明明是千里马，自己明明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却不得重用。不得重用。那么当前呢，因为我刚才看到你们的这个领导人呢，他属于这种要么没有什么野心，要么呢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你啊。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当前有一点小郁闷啊，有一点小郁闷。但是吧，又有一个点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又有一个什么点呢？我看到在你们当前的这个能量当中，其实还是有人有机会给你，但是你又没有要。所以这个能量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在讲什么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就是自己的一个规划，或者是你们非常想得到的一个东西，它是属于那种什么样子的感觉？也许你想做那个项目，你的老板偏要给你另外一个项目，对吧？也许你在工作这个团队当中，你明明想做那一块的事情，就是那一块事情你觉得做了以后很有趣，那一块事情做好了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甚至能够升职等等一系列的能量，你想做那一块，可是你的领导人或者是你的老板，你的团队却给了你另外一块工作，这块工作你觉得非常无聊，你觉得这块工作非常的没有前途，你觉得做这些事情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我听到有点这个感觉。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很抗拒，你们在非常就是说，我这边感觉就是你想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可是你的团队，你当前的这个职业却让你做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未来，你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带给你要的成功，所以你非常的郁闷啊。这边是这样，这个情感元素4啊，就属于那种觉得生活是这么的不公平，觉得生活是这么的无聊，觉得生活是这么的没意思啊，所以你们有一点怨气的在做当前的事情，同时呢，你们又还是想去，比方说争取那个机会，但是那个机会当前又争取不到，所以你们只能卡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件事情你们可能做起来没有热情，你们做起来不上心，你们做起来属于那种完成任务就可以了，交差就结束了是这种感觉。但是呢，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的想做另外一块让你们觉得有挑战的，让你们觉得有未来有前途的事情，你们非常想去就是做另外一件事情，你们想去做另外一部分的工作，但是现在求而不得。OK， 现在是求而不得。第二个能量我们来看第二个能量是在说什么呢？有很多的朋友如果是当前的这个职位的话，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心里已经在想了，就是说这个机会可能落不到自己头上，或者是说老板不喜欢你，团队不喜欢你，他们之所以不把那一块的事情交给你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不爱你，或者是他们不够欣赏你，他们不够认可你，是吧？你们觉得有一点像是被他们伤害了。这边有一个能量非常有趣我这边看到了宝剑3，我这边看到了宝剑4，意思就是在讲，其实你的周围的同事觉得可能曾经你背叛过他们，或者是你伤害过他们，或者是语言当中说过他们什么，所以现在呢，这个有一点像是循环过来了。因为我看到这个能量直接到宝剑4其实这边别人觉得的这个语言上的伤害，或者是曾经的一些误会我看到的是他们觉得他们被伤害，事实上你觉得你才是受害者，有一点这个感觉现在我分析的这个能量，我看到是这种感觉，因为他们是宝剑3，你这边是宝剑4，也就是在讲你可能觉得当前的这个状况没有办法真正的疗愈，就是好不了了嘛。你可能觉得要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原谅他们，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原谅你，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老板无可救药，根本就没有办法所谓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当前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能量，它属于有一点卡住的，它这个循环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非常正的循环，而是一个逆循环，它卡在这个地方卡住了。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这个结果我们这边是声音元素5和物质元素8，这两张牌呢，一个是一个所谓的预测，另外呢是一个解方或者是一个解药，怎么样去打破当前的这个局面。第一个能量如果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刚才讲的能量如果对应在了你现在的一个职业发展的这个 position 里面，也就是在讲其实呢你们的这个对抗无论你是跟你的老板对抗，还是说你跟你的团队之间有对抗，意思就是说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你不让我做那个，然后我不会好好做我现在的这个事情，对吧？我想做那个，你不给我，你只给我做这个我不喜欢的，那我就做这个我不喜欢的，但我不会好好做，我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交出去的这个所谓的工作让你觉得很舒服，我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是报告的让你觉得很舒服，你觉得这件事情被我做得很好。所以是两边就是这种对抗能量那么如果这个对抗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任何人去妥协，没有任何人去所谓的缓解的话，那么这个对抗最后是两败俱伤。什么叫两败俱伤呢？就是你的同事比方说他不愿意给你做你想要做的，然后你拿不到你想做的，你拿不到你想尝试的机会，那么最后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你不喜欢，你不好好做，交出去的工作质量不够好，那么他们就会来埋怨你。那你们是一个团队嘛，你的这一部分工作做得不好的话，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整个团队这个成绩就都不行，你们是绑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有机体。所以我看到就是对抗。如果说这边有老板的能量也加进来的话，那也就是在讲老板最后拿不到最好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项目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那么你们得不到奖金，老板也得不到好，就是整个它是一个反面的循环。这个是当前的一个预测。那么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第二个能量是一个解药，这个解药就是金币8 Eight of Materials。 这个是在说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朋友看你们自己怎么想。我感觉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一群有理想的，然后呢有野心的，有抱负的一个族群。你们想做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有难度的，有挑战的，但是一旦做好就能够让你们
飞升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当前呢，你拿不到这个机会，对吧？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呢，又没有什么前途，至少在你这个地方，你觉得没前途。宇宙说呢，其实当前啊，唯一的解药就是先把当前你能做的事情做好。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工作你不喜欢，别人把最不喜欢的、最差的、最没有前途的工作给你做，然后呢，你有抱怨的情绪，你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很正常。可是宇宙说，什么样子的人呢，能够突破重围？什么样子的人能够所谓的鹤立鸡群呢？那就是把最不起眼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那么如果有一部分朋友，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解药嘛，就是在宇宙就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好，你不抱怨，你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以最配合的方式去让你的团队看到，哪怕你给我最脏、最差、最烂的活，我都能够把最脏、最差、最烂的活做到完美，做到极致。那么他们最好的那一部分的活，他们最好的那部分工作，然后做的如果没有你好的话，他们就会自愧不如。而老板看到这个成绩以后，就会发现你是人才，那么机会就会很自然的落到你的身上。所以说这个解药啊，最后还是要看我们自己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你有没有这个毅力？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吃亏的精神？有的时候可能要先吃亏啊，有没有这个吃亏的精神，让自己埋头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抱怨，不管别人，不去怨啊，不去怨这些人，也不去嫉妒那些人，可能他们的更好，他们的东西啊更加的诱人。你不去嫉妒，你也不去怨恨，你也不埋怨，你就是低下头做好自己眼前别人给你的，也许是最脏、最差、最烂的活，但是你做到极致，有一天一定这个机会会轮到你啊！有一天这个机会一定会轮到你，因为这个就是宇宙在讲的一个所谓的potential 嘛，这个潜质。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是说什么呢？这个是世界吸引力法则允许啊，允许什么？也许当前有一部分的朋友想去试图拉一个关系，想去试图进入另外一个小队，去做更加有挑战、更加有前途的工作，甚至是改变自己的工作职位啊，或者是改变当下别人给你的工作的一个职责。可是呢，当前的这个方式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成功。宇宙说，当下你要做现在已有的事情 ，the law of allowing 允许，不是去改变啊。什么叫允许？就是接受。第一组牌的朋友，当前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是否做到极致了？你是否把当前手中的工作做好了？这个能量很关键。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去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去，比方说争或者是拼，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忍耐。OK， 忍耐。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当前的这个能量告诉了我，你要忍耐。这个忍耐呢，不是你当前的这个方式。当前你的忍耐属于有怨气的。当前你的忍耐属于那种随便做不上心的做。也许有些朋友会说我上心了，但是呢，你以你的能力第一组牌的朋友，以你的能力，你如果真的上心，你能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厉害。我觉得当前你还没有真正的上心，你只是在完成这个工作，结束了就行了。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做得更加的完美，你可以做到让别人都对你刮目相看，你可以。我们现在是这个权杖女儿，你的潜质、你的潜力还有你的力量就是在当下这个不起眼的工作当中被激发出来的。如果你当下愿意接受这样子所谓的最脏、最差、最烂的活的话，你允许自己把这个事情在你的手上变成最好、最优秀、最漂亮这样子的工作的话，那么我看到的是，在你的手中，你的工作能够通过你的力量，每一天都改变，每一天都变得更好，每一天都盛放，最后直到你成为整个团队里我们所谓的当前，如果你是最不起眼的这个人，那么有一天你将是团队里最闪闪发光、最闪耀的那个明星。所以这个团队当中最好的活、最有潜力的活、最能够让你成功的活，或者是这些挑战项目，就会落在你的头上。我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
今天呢，我为你们所看的啊，在当前你的这个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个分析，希望这个能量呢，就是说能够帮助到你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分析占卜，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啊，就是大家可以跟我留言，让我知道就是这一期占卜的一个来自你们的反馈情况，以及你们在职业发展当中可能希望通过这个连接得到的一些宇宙的相关的指引和传讯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火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占卜的能量小物是这根火柴，那我把它这样放。OK，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牌卡啊，来，今天我为第2副牌的朋友呢抽到的是 The Law of Increase， 这个是世界吸引力法则之增加或者是变多啊。他说的是你天生就是伟大的，或者是说你为了伟大而出生。这张牌出现啊，我觉得传递过来的能量非常的清晰，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当下的职业发展当中，我觉得宇宙想告诉你的重要讯息是说你可以更好。也许当下你对自己没有那么强烈的自信心，或者是说你对自己有一些怀疑。本来呢，第2组牌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可以更多、更高、更大、更好。但是呢，你可能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呢，可能在对自己说这样就可以了，或者是说有一个声音在对你讲，其实可能自己没有他们那么的优秀啊，或者是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你没有那些人的那些天赋啊，就是有一点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能量啊。可是呢，现在我觉得宇宙非常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连接，告诉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你出生是为了伟大的，你出生不是为了平庸，你出生不是为了仅仅活成，比方讲当下你的样子。如果说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心中其实也非常向往那种完美的、更高的、更大的、更成功的，我觉得这个梦想你不要轻易的放弃。无论你从哪里开始，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无论 OK 你的资源等等这些我们所谓的limiting beliefs， 就是限制你的一些思想，或者是限制你的一些能量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宇宙当下希望你能够把他们都丢开，把他们抛到你的脑后，去拥抱这个伟大。也就是说，宇宙说你其实就是很伟大，你其实就是可以很漂亮，你其实就是可以很成功你可以站在那个云端，你可以去最高最美丽的地方看风景，只要你愿意。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愿意相信这个能量是你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讯息和指引好，我们把它先放一边吧，我们今天有比较具体的详细分析，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们首先呢来抽今天的第1张牌，我们来连接一下第2副牌组第2副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关于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好，宇宙告诉我选择第2组牌的朋友你看这个能量真的是这样我们第1张牌呢是金币5的正位。好，然后我们继续来抽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副牌。来，我们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来，我们的第1张牌是金币国王的逆位。
然后呢，我们这里是一个权杖5的正位。好，这张牌我放过来啊，这张牌我放过来，因为我觉得还是对同事啊。我们来看当下之后未来，好 ，OK， 这些牌卡就够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的职业发展，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们第2组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职业发展当中，我觉得土象元素的能量会比较的多一点。这边呢，我听到是这样子，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其实在你当下的一个 situation 里面，在你当下的职业发展当中，我觉得你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这个状态呢，不是特别的好啊，有可能是来自于，比方说你对于现在的这个市场，比方说你当前所处的这个环境，比方说这个领域，对不对？我们在很早以前啊，可能都没有这个网络，然后呢，通过一个时间，我们进入到了网络时代，然后我们进入到了信息时代，然后呢，我们现在又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转折期，进入到比方说人工智能时代啊，包括更多的这种高科技啊，对吧？我们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已经比方说适应了一段时间，那么可能10年以前，我们对于虚拟的世界了解的很少，那个时候的我们所身处的一个环境，所做的事情啊，跟当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方讲订单的方式，对吧？购买的方式，这个付钱的方式，10年以前跟10年之后的今天可能是天差地别的。那么这个能量呢，对应在你当下所处的一个领域这个应该是 industry， 对吧？相关的一些能量啊，对你是有一些波动跟影响的。这边呢，第2组牌的朋友，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在做一些，就是说家庭生意比较传统的一些，比方说领域这个是自己的生意也好，是在一个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工作也可以的啊。我这边听到了一些比较传统的信息。那么在这些传统的领域里面那么有一些能量可能是通过时间的推移，它在一个蜕变的过程当中，这个蜕变可能是更新换代，这个蜕变可能是有些部分要被斩掉，而取代它的是新的东西。所以呢，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对你们当下所处的这个领域，或者是你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专业我觉得你们不是特别的有信心。我们这边的牌呢是金币5，你们可能对于自己所选的领域，当前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就是不是那么的自信，不是那么的确定。而在你们当下的能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金币国王的逆位，那也就是在讲，也许当下你们所从属的这个领域，它不是那么赚钱。有些领域它注定就是非常赚钱，它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那种很快，而且呢钱很多，对吧？但有些领域呢，通过时间的推移它可能没有像10年以前那么的火爆，没有那么的流行。通过10年的时间，这个领域它还存在，确实还可以，但是它却没有其他的领域更加的赚钱。所以有一部分朋友呢，当前处的这个环境可能会反思，就是说我的选择是对的吗？我当前所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限制了我的成长？又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在怀疑说，那我做的这个领域已经定了，我也不可能现在完全重新再来，那么这个领域能否让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成长，或者是说让自己可以在这个地方取得一定的成绩呢？我看到这边有部分朋友，如果你们是在这个所谓的在职 OK 在职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老板、你们的领导、你们的团队小组组长你们的上级，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个领域，或者是他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做的这件事情他自己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满意。我觉得这边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感觉不是特别赚钱这边可能存在效率的问题，存在方式的问题，存在就是这个模式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不一定就是说通过你一个人就能够去改变的。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是去看这个事啊，我们去分析这个情形。我们这边有一个金币5嘛，那另外一些朋友呢，我看到是这样啊，如果你是从事家庭生意，比方说你的父辈、你的祖辈把这个生意传承给了你啊，传承给了你。我看到当下呢，你在运营的时候，你跟你的父辈，或者是跟你的祖辈，或者是你的家人，因为你的家人现在不仅仅是家人关系，家人同样也是你的合作伙伴，是你的生意里的。比方说这个同事啊，类似这种关系啊，就多了一层关系嘛。我看到当下你跟你的就是说家人、生意伙伴关系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个冲突跟矛盾呢，可能是因为你们对于这个生意，或者是这个所谓的family business 啊，家庭生意，就是未来的走向以及接下来的计划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这边有很多数字5啊，来我们看一下。金币5，权杖5，对吧？有数字5的元素，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金币10，所以说跟家人有关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会让你们很沮丧。第三个能量呢，也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三个能量是在讲，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出生的家庭对你们的期待，对你们的，比方说培育和你自己的心中的一个梦想差距非常的大。我这边看到是这样子的，有一部分的朋友是这样子，你的家人。也就是你的这个原生家庭啊，或者是你这个从小长大的一个环境啊，可能在告诉你去寻找一条稳定的道路，去走一条不会错的路。可是你自己的心中却觉得当下的这条道路不是自己喜欢的，当下所做的这件事情让你提不起兴趣。我们看到这张金币元素5啊，一朵这么美丽的玫瑰花，它已经枯萎了，已经凋零了。它在一个黑色没有阳光的地方啊，所谓的得不到别人的关注，没有办法去施展自己的美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能量，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子，这个又分2个，因为我们这边大众占卜啊，第一个呢是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家人给了你们一些约束，这个约束是思想上的，这个约束是你的选择上的。他们比较喜欢把你放在一个温室里面，想去保护你，想去让你走正道。这个正道是他们觉得对的路，但未必是适应在当下的这个环境、这个经济，因为他们可能是上一辈的人，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有很多其他的路线可以走，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和所谓的生计问题连接在一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另外一条另外一些朋友是这样子的，你的家人他们可能需要你照顾，你的家人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二组的，他们需要你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在情感上支持他们，甚至说你的家人当下可能有一些，比方说身体上的一些问题，需要你去拿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陪伴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对于一个想做事业的你来讲，就会是一个所谓的限制。OK， 所以我们这边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这边给的能量很具体，但是这边的能量我觉得就像是直接就灌在我这边所以我就会跟你们讲。所以我看到是这样子的能量就是有一部分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当前你们所在的这个职业发展其实是你们的一个所谓的，它像一个阶梯，它像一把钥匙，就是要打开你的这种所谓的领悟，打开你对自己认知的大门。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能量？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长大？什么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觉醒？就是当我们面对外界压力和外界的阻挠，对吧？我们如何去所谓的仍旧在这样子的抗力之下去站稳自己的脚步，或者是认定自己的价值观，并且选择是坚信。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的The Law of Increase，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去成长，你们要去扩充，你们要去变得更大更好。而当下无论是外界还是内在，可能有一些地方都像是在限制着你。所以我觉得很多第2组牌的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你很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你很想让自己的状态发生一些变化，可是无论是外界的还是内在的，好像觉得哪一条路都没有真正的在助你，而是在不让你这样走，不让你长，不让你去成长，不让你去扩充，对吧？所以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下呢是这样子的，外力的压力外界的压力
它其实是一个引子，这个引子就是让你去想，让你去感受，你是所谓的把眼睛闭上，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听从命运的安排，还是说你把眼睛睁开，你去勇敢的面对外界的压力，并且勇敢的去寻找一条解决这些压力的方法。只要你愿意，一定有办法只要你愿意，一定有办法。而且我这边所连接到的很多的能量第二组牌的朋友，有关于你自己的选择，有关于你自己的抉择。只有当你自己想清楚，只有当你自己相信自己，只有当你自己坚定了这条道路，你才是真正的觉醒，你才是真正打开这个成长的大门，你才是真正的开启自己人生我们所谓旅途的开始也就是说，这个外力其实对于你来讲，它既是一个阻碍，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一旦你开始去所谓的承担这个压力，或者是开始跟这个压力做对抗，不被它打倒的时候，你就开始了你的人生就开始了。我们这边看到是一轮新月，第二组牌的朋友新月，那么前方的道路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的。可是如何在当下的这种黑色的地带，我们可以把黑色想象成黑月的能量，黑月当中我们就是沉思，我们就是去想，我们就是去所谓的整理自己的思路，从而让自己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自己内心点出的一个光亮，然后我们再跟宇宙一起去把这个所谓的心愿显化出来。OK， 这个是我看见的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再继续往后来，我们还有一些能量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到选择，我们这边有恋人牌，圣杯10的逆位 ，OK， 圣杯10的逆位，然后这边是战车的逆位，这3张牌在告诉我，当前呢，其实对于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当下呢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还会有一点感叹，怀才不遇。就是说你们可能觉得自己的选择错了，或者是你们怀疑自己的选择错了，因为这个错误的选择，所以你们觉得说是因为选择错了，所以自己才没有站在你们想要的高度，才没有取得你们要的成绩。而你们当下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一点抱怨外面的能量，OK， 就是有一点说就是这个选择，就是这个经济，就是这个国家，就是当下的这个时代，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来自于对外界能量的不满意这是这个。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战车，这张牌是在讲，因为外界的能量，当前我们所看的这个信息是不利于你的，也就是说你承受着外界的压力，承受的这个选择，也许对于你来讲不是最佳的选择，这样子的一种外力影响之下，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有一点像是失控了，或者是完全不想去控。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点我觉得有第二组牌的朋友，要么呢就是当下你们觉得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能量，你们都不喜欢，外面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外界环境给你们的东西，你们都不是，就是都是你不喜欢的，都是你不想看见的，所以你们有一点就像是随波逐流，或者是放手不管不顾了。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以及当前的这个职业发展的状态里面，你们可能觉得说，干脆我就不要去管，干脆我就不要去理了。外面有这么多的事情都让我觉得很心烦，外面这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想看到的样子，我自己要是去改变的话，我可能会很累所以我这边看到战车就是如果控制不住就不控制，所以就是撒手不管，那个车子就随便跑随便跑。所以当下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或者是自己的职业发展不在自己可控的地方，于是你们可能会闭上眼睛让自己睡觉，或者是闭上自己的眼睛 OK， 就是任凭别人要你怎样你就怎样。也就是在讲你是一个被动的工作状态。这个是战车。第二个能量，关于这个战车是在说什么呢？第二个能量是失控第二个能量是失控。这边呢，我看到有些朋友就是说，当前吧，也许你会觉得说这个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平衡好你周围的很多你想去控，你想去平衡，但是你却发现很难。我们这边看到了
内在的我们所谓的内心里的冲突，我们也看到了外界里的压力。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战车牌的逆位就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样子的怎么讲，就是失控，意思就是说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去跟外界做一个所谓的对抗，或者是跟自己的内在去平衡自己内心的冲突。我觉得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内心不够坚定，或者是你们现在就是内在的能量不够坚强。我们想一想那个魔法师我们这边听塔罗的朋友如果你们对这个魔法师的能量很了解的话，魔法师是什么人？魔法师是你给我4个元素，我就把这个4个元素变成无限的可能，因为我就是这么强的一个魔法师。也就是说，这个魔法师他是一个非常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我是谁这个能量非常坚定不移的一个个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参考和对比的话，第二副牌的朋友，当前你们呢就是魔法师的逆位，意思就是在讲你们其实不是那么的自信你们不相信自己可以，你们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伟大，你们不相信自己可以站到顶点去，和你心中的羡慕的那些人一样，那么成功，那么自信，那么的富贵，对吧？我看到就是这个战车的逆位，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控制不了，觉得自己把握不住，觉得自己拉不住这个缰绳，这个职业发展规划里的缰绳。但是呢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的指引牌是 The Law of Increase， 当前你要增加，当前不是说气馁算了我不行，或者是说哎呀别人都有什么样子资源，别人你看出身对吧，你看别人那个机遇对吧，你看别人那个长相，你看别人那个什么什么，不要这样想，一切皆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一切皆有可能。宇宙说 You were born for greatness， 意思就是在讲你出生就注定了你的伟大，你是伟大的存在，你一定要相信它，你才能够拥有它。只有你相信它，你才会那样子去想，你才会那样子去做，你才会最终拥有那样子的成果。好，我们来看第三副牌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分析，我们现在来继续了，关于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好，宇宙告诉我，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还有未来。好，第一张牌是 Page of Inspiration。第二张牌是金币9，或者是 Material 9。OK， 好，把这个牌放在这里。这个是 Muse of Material。OK， Three of Voice。Eight of Voice。最后一张牌 Awakening 觉醒你看我们这个对吧？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职业发展的当下、之后还有未来。首先是这样子的第二组牌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一个职业发展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点点被生活限定了，被生计限制了。那么这个生活生计它具体的能量代表是有关于每个月的薪水，每个月的工资，它代表的是这个金钱能否去确保你当下的生活稳定，它代表的是你当下比方讲如果有这个身体相关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包括你家人朋友身体健康的问题这些我们所谓的土元素里的问题是你当下我觉得内心当中很在意的一个能量。好，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能量呢，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说当下可能在你的这个职业发展道路当中，你不够独立，
这个独立在于什么？你的基础不够丰厚，你现在还在创业的阶段，你当下还在职业发展的这种我们所谓积累自己的能力，积累自己的资金，积累自己的技能啊，还在成长的阶段，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到达一个稳定期。所以呢，我看到这边很多朋友啊，你们其实心中对于这个所谓的经济独立这件事情可能非常的在意。经济独立才能够让你们，比方说生活的独立，经济独立才能够让你们在情感上独立，经济独立才能够让你们在精神上更加的不用去依附别人。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金钱或者是说工资薪水这个问题，当下有一点限制了你们的想象。第二个能量呢，我们看这里啊 ，Page of Inspiration， 这个是灵感侍者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在讲当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内心其实非常希望去追梦，你们的内心呢，其实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的自由。但是呢，由于当下啊，我觉得要么是经济的原因，要么是身体跟身体健康相关的一些因素，就是限制了你们，你们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你们当下呢，可能心中也存在美好，可是却不敢做这个美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个金币元素9啊，就是在讲，无论你当下这个工资和薪水是多少，但是对于你的目标而言，它是一个不足的情况。每一个人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工资啊、薪水呀，包括这个薪酬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目标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对于别人来讲很多的钱，可是对于自己来讲可能根本就不够，因为两组人想做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当下看到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对于金钱的多少其实是非常在意的。在意的原因是，只有当你们的金钱到达就是储备啊、存款，或者是说还清债务，就是这个能量要到达足够的一个稳定期，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开始让自己松一口气。所以我当前看到第一张牌就是金币5，就是当前的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是金钱限制了你们，又或者是说因为金钱或者是健康的问题，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说积极啊、开朗啊，这样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事情就像一个现实里的因素，它在限制你啊，它在困住你。我们想一想，这个土星，土星的能量，它是一种 limit， 它是一种限制，它是一种压力。可是土星的存在也是让我们所谓的去冲破这种限制，或者是让自己打开这种格局，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才能够真正的变得强大。当阻力来了啊，我们想这个土啊，当土来了，这种压力、这种重量扛在自己的肩头，我们就觉得很难的呼吸，我们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但是呢，这个土一来，我们的责任，包括我们面对压力啊，这种打磨、这种克己，或者是说，怎么样让自己啊更加坚定自己的目标方向，一旦我们做成了 ，OK， 一旦我们做成了，我们就长大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承担这种压力，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领或者是都有本事啊，去所谓的成功的克服这种困难。所以呢，我看到啊，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就是在这个成长期，你们就是在土星的这种打磨的这个阶段，它就是要打磨你，它就是要让你有一点辛苦啊，就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哎呀，有一点难。可是呢，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压力之下啊，迸发出来你的光亮，你就赢了。我们来看第二个能量啊，第二个能量是这个是 Muse of Materials， 我们又是一个物质元素啊。这张牌是说什么呢？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心里啊，其实是向往成功的，你们的心里是向往，比方说财富丰厚的，或者是说你们的心里啊，是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物质世界当中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个成绩代表着，比方说经济自由，这个成绩可能代表着你可以住很舒服的房子，这个经济自由可能代表着你可以买很好的车子，这个经济自由可能代表着你可以有足够的资金去照顾你想照顾的爱人、你的家人、你自己，对吧？你可以用金钱去给他们，你有经济去成为一个经济的提供者，这对于你来讲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是一件让你觉得很自豪的事情。可是当下啊，你看声音元素3，你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你现在还没有做成金币国王。再说简单一点，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希望自己成为金币国王。来，我们这边金币国王出现2次，
第一次呢是逆位，第二次呢是正位。你们希望成为金币国王，你们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的靠山，你们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的肩膀和依靠，你们是扛起压力，你们是扛起责任的一个族群。所以说，既然说第二次牌的，既然你们是这个所谓的要扛这个担子的人，对不对？你们要成为大家长，那么当下你看还没有做成，你们心里很忧伤。当下你还没有做成，或者是离目标有一点距离，你们就会很恐惧，害怕自己做不到，害怕自己让他们失望，害怕自己得不到这种成功，害怕自己没有办法站在那个高度，达到自己心中想要的这种自由和财富。可是呢，宇宙在这里告诉你，第一个你要自己走出来，第二个你要觉醒。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的能量有2个点关于你的这个所谓的职业发展，它的这个当下、之后和未来，尤其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方向，宇宙给出了2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去打开自己的限制。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当下在你的这个职业发展当中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非常的无力，让你觉得没有办法自己去控，或者是自己没办法控，这个想法第一点就是要去变。宇宙当下在说，你既然内心想要更高的更好的，那么首先你得相信更高更好的存在，首先你自己得相信自己能够拥有更高和更好的，你要相信自己愿意，或者是说有能力实现它。所以第一个地方就是关于你现在的职业发展，就是要打破这种思维的限制。我们看这张声音元素8，这个女生呢，她身处黑暗，她身处很多的条纹，这就是限制。宇宙说，只有当你的眼睛往上看，突破每一层的阻碍，突破每一层的限定，你才能够在思想上解放自己，你才能够在精神上让自己所谓的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财富自由，相信自己也能够和他们一样有一天过上那一种生活。首先是自己要相信，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觉醒。这张觉醒牌呢，是在唤醒第二副牌的朋友，他在唤醒你重生。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呢能量比较的多，那么这个重生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它是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存在。有一些朋友，这个重生在于说，也许当下你做的这个领域，它也许不是像其他的一些领域能够赚快钱，但是你的领域也能够通过你的本领、你的智慧、你的灵性跟宇宙一起去创造，来实现你的领域的一个升级和突破。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我们打个比方就是做这个酒店餐饮或者是我们比较传统的美容美发这种很传统的一些business， 对吧？他们曾经呢是非常火爆的，也是我们在冠状病毒之前，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的生意嘛，对不对？但是由于冠状病毒，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很多有关于 hospitality 还有这个我们所谓的实体店的一些经济，可能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些打压。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病毒已经结束了也不能说结束就说至少这一波最难的最大的限制已经好很多了。那么当下呢，就是去重新想一想，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传统的领域、传统的这个生意既能够包含传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那个服务就是它本来就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兼并一些在我们当下新时代人们对于技术层面的一些要求，对不对？所以你是可以去做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人的，你是可以去做这个提供价值的这个人的，你是可以让自己所谓的不要去想你不行，不要去想好像你的选择错了，而是要想怎么样我们要把当下的一个困难把它变成一个转机，把它给突破，把它给解决掉。所以我看到这个 awakening 呢，就是宇宙在告诉你很多朋友第3组的你要重生，重新去想，重新去规划，重新去整理。这个重生在召唤着你和天使一起去感受这个宇宙的无限可能，去感受自己的无限可能。如果当下的生命，当下的这个所谓的职业发展跟你想象的差别很大的话，那么你就去想怎么样让它跟自己的理想挂钩，怎么样让当下的一个局面发生质的改变，从而实现自己的经济自由。
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以及情感自由。那么无论你是自己做生意，还是说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在职，你都可以为这个领域增加你的价值，你都可以在这个领域成就你的一番事业，成就你的成功。所以说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当下呢其实不是去抱怨的时候，当下也不是去所谓的埋怨自己，觉得自己不对，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行，都不是。宇宙在讲，当下你就是要让自己重新再来过。重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够觉醒。我们第一个要能够在压力之下抗拒这个压力。第二个呢是要整合自己的内心。我相信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对你的希望，宇宙对你的期待是非常大的。The law of increase， 当下就是要去提升，当下就是要去增大，当下就是要去提高，对不对？只有当你自己相信这个自己能够更大、更好、更美，那么你才能够去这样子去想，你才能够这样子去做。那么最后你就是那个更高、更大、更美好的存在。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的能量还有信息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第二副牌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把钥匙 ，OK， 放这里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今天呢要来连接的是关于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未来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我这边提前帮第三组牌的朋友抽到了这个指引牌。我们这边是世界吸引力法则，不去依附，不去依恋它，放手控制，允许奇迹为你发生。好，这张牌其实我抽到这个能量的时候呢，我感应到的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当下的这个职业发展当中你有一些比较就是说依附于别人的思想，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想法，可能你当下没有办法跳脱出来，而这个没有办法跳脱出来的思想限制了你的自由，同时也限制了你的个人发展。当下呢，在你的圈子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对你的影响力很大，或者是说在你的思想当中，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社会背景，包括你自己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体会的，可能有一些事情呢，它已经在你的想法当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当下的你呢，如果可以去让自己跳脱出来的话，你将解锁一个新的世界，甚至可以说你将解锁一个新的圣殿。也就是在讲你的职业发展将因为你的这一次思想限制的解放而变得更加的辉煌而变得更加的成功。宇宙说，其实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职业发展道路里面，如果你想奇迹为你发生的话，那么你需要去允许这个奇迹为你而发生。有一些东西呢需要你去放手，有一些人需要你去离开他们对你的一种枷锁。这个枷锁应该是思想里的枷锁是思想里的枷锁。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具体的连接这个内容好，那我们这个指引盘呢就先讲到这边，等会儿我们还会回来。我们现在呢就先来为第三副牌的朋友抽出今天的塔罗牌。好，我们的第一副牌，我们来洗一下牌OK， 宇宙告诉我，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自于你职业发展方面的能量信息有哪些？感恩宇宙。好，我们抽到了，哇 ，The Hangman， 我们抽到了一张大牌这个是吊人，而且是一张正位的吊人。好，然后我们来抽第二副塔罗牌。
好的，宇宙告诉我，哦，Justice，OK。Nine of Spears。The Star，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一个能量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啊，当前你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呢，来自宇宙的指引，来自宇宙的一个提点，分别是什么内容？好，看一下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第1张牌啊，我们这里抽到的这个这副牌啊，我们这里是另外一副塔罗牌，吊人啊，吊人牌。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宇宙当前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是在说关于你现在的职业发展啊，我觉得你是在一个有一点屏蔽和真空的一个时期或者是阶段。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里面呢，我觉得很多事情啊，看起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改变或者是太多的一些变化的，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关键期。有一些朋友呢会在这样子的真空期待的时间比较久，有的朋友呢会在这个时间待的时间就是不会那么的久，因为这个能量取决于你什么时候能够释放掉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给自己这个自由。在这个吊人里面，有一些朋友呢，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去看职业发展啊，可能当下有一些朋友呢，属于那种已经不会太多的去思考，或者是说你思考的很多，但是没有行动，所以是2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像是闭上自己的眼睛，每一天呢都是去做别人希望你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你每一天都在例行公事的去做你的工作，而不是去思考这个工作是否适合你，也没有太多的去想这个工作何去何从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2种情况的朋友呢，是当前你们的工作看起来每一天的日常比较的重复，看起来你每一天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谓的这个职业发展，更像是在职业当中去做一件事情，而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发展。但是呢，在你的心里一直相信自己不应该只是这个样子，在你的心里一直都觉得在职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里面，你应该有所变化，或者是说你觉得当下你不应该在这里，你感受到你目前的这个状态只是一个临时的感觉，你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环境，你能够感受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子的无奈，你仍旧让自己停留在了这里。所以呢，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当前你的职业发展啊，其实你是一个停滞的状态，你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状态。可是这个状态，只要你愿意的话，只要你想清楚，立马就会变。所以很多朋友啊，在这个 Hangman 这里呢，我看到了等待，我看到了时间啊。有些朋友呢，这个时间就像是你被丢到了一个异空间。我们所谓真空嘛，你被丢到了异空间，在这个异空间当中，你感受到自己不属于这个原本的，比方说地球，对吧？你是来地球，然后你被丢到异空间，你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环境，但是你又现在还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于是你只能让自己在异空间里面待一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呢，在当下的职业发展当中，你心里非常清楚，你已经在等待了，你非常清楚，甚至是你的心里已经看到了家在哪里。但是你现在比较的挣扎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摆脱这个所谓的异空间，怎么样去摆脱这个所谓的不是你家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啊，有些朋友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吊人出来，我感受到的这个能量就是属于那种身不由己啊，有一点身不由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身不由己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啊？关于这个异空间又是什么样子的具体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第2副塔罗牌，我们抽到的是愚人牌的逆位，我们看到是权杖1的逆位，火元素1啊 ，Ace of Spears。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看到关于你跟你的领导的一个关系啊，关于你跟领导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你觉得你的领导是怎样的人呢？那当然了，因为我们这边是大众占卜啊，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工作环境不同，所以对于你们的上级可能这个称呼也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是说是你的 manager， 有些人呢可能是说是你的队长，有些人呢可能是说你的组长，有些人可能是你的这个比方说老板，对吧？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统一，就是代表着这个我们一般就用领导吧来这样子概述，大家自己对应一下就好了。我看到这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你们的领导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老板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比方说公司或者是说这个工作室、研究院等等或者是你的这个领导班子他们可能对于整个公司环境的一个未来规划，或者是说公司怎么样去运营，属于一个比较没有什么这个权杖一吧，我感觉到就是说很希望能够去改变，但是又改变不了很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呢，可能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所处的一个工作环境可能你们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是你的这个带你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未来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确信，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坚定。而且呢，当下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所处的这个公司，这个比方说店面等等就是你们可能在一个求新求变的过程当中。公司本身呢，可能也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在讲你们的领导班子或者是公司的上级领导，也非常希望当前的公司可以有一个新的变化、新的样貌，去适应我们当代这个快速改变的经济环境或者是经济体制。可是呢，由于也许是金钱的问题，也许是资源的问题，也许是人员的问题，也许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其实当前你的领导或者是你的上级、你的老板，对于这个新的未来和这个新的开始，就是充满了恐惧。因为一旦公司要发生大的变化的话，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对吧？资源、资金等等，就是这个变化肯定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就做的一个决定所以说当前呢，我看到是很多来自于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尤其是你上级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新的未来还没有真正的想清楚，还没有能够在他们的眼中看见这个新的希望。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讲，领导人没有真正的看清楚这个前进的方向，那么你们只能跟着他们去等待。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上级、你们的领导，其实他们正在去争取一个新的项目，争取一个新的比方说规划、新的计划，但是这个大的项目还没有真正的被他们争取到手。那么作为你是他们团队的一员，你也只能够去等待，你也只能够去所谓的等待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兑现他给你的那个机会，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比方说让你有机会去发展或者是施展你的才华。所以我看到这边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说，你们也许对于当前的这个公司，你们对当前的这个领导人，对当前的这个老板就是你们对他可能非常的信任，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所谓的跳槽或者是离开他，你们非常的忠诚。可是呢，你们的团队就是说这个领导班子，这个老板他们的速度比较的慢，要么呢就是他们对于新的尝试比较的胆怯，不敢去冒险不敢冒险，所以他们的这种停滞、拖延、等待，就会影响到你的仕途的发展，或者是影响你职业的发展。因为一些大的项目是从上往下开始分发的，如果上面拿不到这个大的项目，或者是公司拿不到好的业务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我们来继续往下，我们这边还有一张牌是这个 Justice 的一个逆位Justice 的一个逆位呢，其实是在讲当前呢有一部分我这边就实话实说了，我这边连接到的能量，就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所处的这个公司，你们所处的这个工作室的这个环境可能上级对下级有一点点，就是打个引号有一点小压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 Justice，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不公平。也就是说，也许上级对于奖赏或者是惩罚的这个机制不是特别的明确，他们有可能会提拔他们喜欢的亲信，而没有把真正做事情，而没有把真正有本领的人就是提拔到他们应该在的岗位，去为整个公司和团队做贡献。如果说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是公司里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的话，你的内心应该是感觉到很委屈的。因为有可能呢，公司当前对于这个
比方说 promotion 升职，或者是当前对于提拔人才或者是奖金的颁发啊，我看到是不是特别公平的？如果你这边是一个 team manager 的话，对吧？那么你就会感应得到啊，就是这种不公平，它是从上到下的一路啊，就是都会有的。而 Justice 这张牌出现了一个逆位，说明这个不公平的能量啊，对于整个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对于团队里的每一个成员啊，心里都有很多的不甘心。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就会从下往上啊，就是增加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一些磁场。我们看一下啊，在你的同事当中，他们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9，这张牌是说，尽管当前的公司环境其实不是那么的健康，而且对于奖赏和惩罚的机制不是那么的公开透明，那么公司里的同事呢，当前也是在一个坚持的状态之下。权杖9嘛，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吃了很多的委屈，他们呢可能跟你一样，心里有很多的不甘心。可是由于当前的经济环境以及对于这个公司啊，可能已经工作很长时间了，已经对这个老板对这个团队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很多的怨气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成为了一种我们所谓的安全牌。尽管不舒服，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有工作，还是有工资可以领啊，不需要去承担这个社会外面的一些变动，不需要去所谓的被开除，也不用担心开除的能量，所以就坚持在这个地方继续停下来。所以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较的我们所谓的滞怠，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不开心，其实不满意，但是呢又没有勇气冲出去，但是又没有勇气所谓的提出这个不满意的情绪，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意见啊有建设性的向上级领导去反映。所以公司整个环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大家忍耐大家在忍耐着，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呢虽然说没有什么希望，我这边还看到希望的逆位意思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比较的所谓的心中没有什么光明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公司环境，习惯了领导人的这种霸气或者是霸道那么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大家只是想说，我也不想去表现了，我也不想去学习了，我只是在当前的岗位做好老板让我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回家了属于这样子的一种环境。所以你看你的同事之间所以你看星星牌的逆位，心中没有什么光，心中没有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期待。我们看这个星星牌嘛，就是等待嘛，等待那个光亮，等待那个所谓的新的发生。可是当前星星是逆位，他们曾经可能跟你一样等待过，他们曾经可能跟你一样也期盼过老板或者是上级领导能够给自己机会，或者是机会能够终于降到自己头上。可是当前你的同事已经放弃了，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同事已经放弃了，他们只是在坚持做下去，坚持的只是说 OK 让这个工作可以安全的给自己薪水，能够让自己继续的生活就 OK 了。可是你不一样，第3组牌的朋友，可是你不一样，你当前的能量是吊人，其实你可以觉醒，其实你是可以去所谓的换一个角度去看整个你公司的环境，你的上级领导，你的团队包括如果你有下级就是下属的话，那么这些能量都是可以在你的这个地方发生一些变化的。当前吊人是一个正位，这是一个好的能量，意思是在说只要你愿意的话，当前的这个镜像随时是可以变化的，用你的方式去改变。我们这边有一张牌是放手，然后呢是允许奇迹的发生。我感应到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的心里如果你们还有理想的话，如果你们还想去抓住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话，那么你们需要去改变，你们当前需要去打破这个时间的禁锢。当前呢，你们是在禁锢里面，吊人牌，你们在禁锢里面，你们当前的思想也有比较多的一些所谓的依附和依恋。这个依附和依恋也许是依附当前的安全的工作岗位，这个依附和依恋也许是你们老板曾经给你过许诺，就是他许诺你他会有一天给你机会，或者是他许诺你有一天公司会有新的项目然后给到你手上。可是呢，这个所谓的依附和依恋的想法
当前你需要去打破。这个打破可以以任何的方式去做一些变化，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所谓的跳槽或者是改变这个公司啊。当然这绝对是一个方式，可是呢，我看到当前啊，你们的领导人、你们的上级、你们的领导，他们其实已经在改变的边缘。我看到愚人的逆位，我看到了火元素1嘛，他们应该是想做，但是又有一点犹豫。可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想去跳槽，不想去改变当前的一个岗位的话，想跟现在原有的团队继续合作的话，那么你需要去通过你的能量刺激他们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去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又或者是说你可以采取一个比较主动的方式去和你们的上级领导做一个配合。也许这个能量的变化能够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一些信息，又或者是说，如果说当下有一些朋友，你们已经等待很长时间，并且你们心里坚信你们等的这个结果会来，那么你们的上级领导这个能量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愚人的逆位和火元素1的逆位都在指向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他们比较的被动，比较的我们所谓的行动力比较的慢一点，那么当这个经济，当外界的环境发生巨变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没办法不变，也就是他们会被外界的能量推着改变。那么一旦他们变化，这边你就会跟着变你这边也有可能就会跟他们一起变化。所以当前宇宙在说你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要么就是你主动先变，要么呢就是再给他们一点点机会，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或者是跟他们合作的态度，以一个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迎接或者是面对每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我们刚才呢做了一个分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你的职业发展当中当下、之后和未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的心中对于这个转职的能量应该是最强烈的我这边连接到你们对转职的能量应该是最强烈的。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第一张牌对，这张牌是 Queen of Inspiration 火元素皇后。我这边感觉到第3组的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有一个什么能量呢？我这边连接到你们比较喜欢走术式提升什么叫术式提升呢？你们可能会在公司的阶梯里面往上走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可能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你们想去选择的一条道路术式的能量就是说在公司的原有体制当中去攀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升职1、升职2、升职3，然后越走越高。那么当前呢，如果你们是术士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话，那么你们跟老板的关系，你们和老板的一个所谓的什么样子的老板，什么样子的环境，对于你们来讲可能真的很重要。我这边看到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有这种领导人的愿望，你们可能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走上去我们所谓的升职成功。来，我们继续看第3组牌的朋友Hierophant 的逆位好，我们先抽牌我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怎么回事呢？ Six of Emotion Seven of Emotion 非常多水元素Page of Material The Magician OK 来我们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职业发展当下、之后和未来，宇宙什么样子的能量好，我们把这个牌放一下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
感觉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所处的当下这个职业发展啊，所谓的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环境啊，或者是你所处的这个地方，他们可能有一点像是给你开空头支票的感觉，他们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承诺啊，或者是让你觉得有希望，在这里工作有希望，但是呢，兑现的比较少。我看到这边啊 ，Queen of Inspiration， 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追求，你们对于自己的成就啊是非常有所谓的有要求的嘛，就是不能够只是做一个小小的职员。我觉得你们的心不在这个地方，你们的心呢很高很远，你们希望不仅仅是自己能够成功，你们还希望能够带一个成功的团队，或者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啊，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得很好，做得很棒。我还看到的是什么呢？这边啊，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对于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其实是比较希望自己能够，就是说学很多的经验，或者是攒足很多的经验。未来有一天，当你们去带领自己团队的时候，可以做他们的精神领袖。所以你看这边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职业发展和职业规划里面，其实是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个族群。那么当下呢，你们又在这个停滞的状态里面，所以你们可能比较的困惑啊，究竟该怎么样才能够打破当下的一个困局，或者是当下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可以飞起来，当下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可以真正的站在那个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们这边有 Hierophant 啊，那也就是在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其实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精神领袖，能够有一天不仅仅自己成功，还能够就是说鼓励别人。我这边看到对于你的上级这边啊，可能你会有一些所谓的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呢？可能已经有一点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可能你对于你的领导、你的老板不是特别的有信心，而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更加清楚自己未来的规划，因为你希望做一个不一样的领导人，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更加我们所谓的有热情的一个老板，从而呢可以让自己的公司变得跟现在所处的公司环境不一样。这个是你的动力，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所谓的灵性当中告诉你的事情。OK， 灵性当中告诉你的事情。但是当下呢，当下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不得不低头，不得不去依附，或者是说跟当前的领导人去合作，因为现在的你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或者是说还时机没有成熟，能够让你们去展翅高飞，你们还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当中去酝酿。所以说很多朋友其实你们要酝酿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们要酝酿的是自己思想当中的一个所谓的限定。有一些朋友呢，当前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到了很多很多公司里的问题，你也心里非常清楚，有很多地方公司是可以做改变和调整的，从而可以让公司就是更好，可以让公司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健康。可是呢，因为你当下的职位可能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个大的改革或者是变化，所以你心里也有很多的苦闷你心里可能也有很多的苦闷。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是在公司的中层、中高层。我觉得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应该就是说在工作里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积攒，或者是说你们现在呢，在一个所谓的酝酿期，一个新的开始马上就要被你们给展现出来，但是当前还没有当前还没有。那么想要去酝酿这个新的开始，无论是以创业的方式，自己开公司的方式换所谓的老板，换公司跳槽的方式，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别的方法我都感觉到很多朋友当前应该在想着怎么样去变化。那么宇宙当前呢，在告诉你，其实你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变，你当前之所以还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是因为可能你的想法里面，或者是你心里还在想着你的领导、你的上级他们曾经给你的那个承诺会不会在你离开之后兑现，所以你在权衡这个利弊。如果你走了，结果他们承诺你的东西马上就来了，那不是很可惜吗？
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们现在就有一点犹豫不决啊，有一点犹豫不决。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一张牌呢是情感元素6，第二张牌呢是情感元素7。有一些朋友呢曾经啊跟这个领导人可能关系很好啊，我听到的是你可能曾经跟你的老板、你的领导人关系很好，但是那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你非常感谢你的老板、你的领导人啊，我们所谓的知遇之恩，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知恩图报的一个员工，或者是一个灵魂呢。但是呢，当前啊，我看到是你的领导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应该没有之前的那种状态和感觉了，要么呢就是他变了，要么就是你变了，要么就是环境当下两个人都改变了。所以当前的这个圣杯6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还在想着知遇之恩，尽管你已经知道这个老板很多地方做的不对，甚至他对你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你仍旧不愿意轻易的放弃他，你仍旧相信他会爱你，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那种爱啊，就是说他是喜欢你的，他是会我们所谓的公平的考量的，他对你应该是跟对别人不一样的。就很多朋友对这个领导人还是有很多情感的依附，因为你们自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个重义气啊，在工作当中同样是适用的。你对你的领导，你对他们也同样重义气。也许公司当前在一个不太好的环境、不太好的状态里，正因为如此，你可能觉得如果我现在跳槽的话，不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吗？所以你们在为他考虑，你们在为公司考虑，所以你把自己放在了后面啊。有一部分朋友是这种感觉。第二个能量呢是圣杯7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我会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有2个能量，第一个能量呢是怕自己选错了，刚才我讲过，万一我走了，最后老板兑现怎么办？第二个能量呢是拿不定主意，就是说当前吧，你在酝酿期，你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确定好，离开他们，你新的道路在哪里？离开他们，你要怎么样去接下来发展你的职业呢？我觉得这边啊是大家现在心里的很多的所谓的不安，或者是你内心当中很多的不能够让自己下定决心的原因吧。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宇宙给出的解药，以及宇宙关于你的未来职业发展告诉你的一些提点。第一张牌呢是 Page of Materials， 我们终于来到了土象能量啊。这个土象能量是在说你需要去勇敢的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做争取和努力。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职业发展当中，我们可能会有理想，我们会有抱负，但是一切的一切，它的基础在于我们得有比较好的物质上的回馈。因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啊，我们去工作，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一定是有关于经济的一个回馈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有足够的一个经济实力，我们才能够去学习，我们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金钱呢，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个我们所谓的基础。那么我看到当前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在职业规划发展当中，无论是金钱，还是所谓的这个名誉，还是所谓的这个头衔，很多朋友呢没有得到实质的回馈没有得到实质的回馈。你的领导、你的老板可能会说一些话，但是这些话语呢比较的空洞。那么我们看到宇宙在说其实你的未来职业发展里面要去看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什么叫一些实际的东西啊？比方说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在职业发展道路当中，其实最想得到的是加薪，那么你们就要去看当前的工作能否真正的让你加薪成功，就这么直接，就这么简单。如果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其实在职业发展道路当中最想要的是升职，因为有一些工作当中也许这个职位的变化能够让你马上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只有职位的调整的变化发生了，你才能够在接下来的不同的领域里面获得更多的选择。所以说，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想就是说升职的朋友，也就是职位要改变的朋友，那么你们就要去看了当前的公司，当前的这个老板，他能否承诺你这所谓的升职。
你们要很简单的、很单一的去看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宇宙说啊，你一定要像魔法师一样明确，你一定要像魔法师一样的准确，你一定要像魔法师一样的坚定，你才可以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当中获得无穷无尽的成功还有好运。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看到的解锁啊，解锁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呢可能真的是重情重义啊，所以对于这个公司，对于这个领导，其实你们可能会比较多的是有一点像是委屈自己，或者是说会劝说自己啊，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的那么直接，不要想的那么的太过于功利啊。但是呢，我看到的是宇宙在你的未来职业发展当中，其实给你的提点反而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直接的一种连结。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当前看的是钱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看清楚当前公司能否兑现这个金钱的回馈。如果你看的是职位的话，你看的是升职的话，就看这个公司和老板他能否真正的给你这个职位，他有没有这个心，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要这样子去看，你就能够看清楚当下的局面是否是值得你留下来，还是说不值得你留下来。比方讲，在这个工作里面，你们已经重情重义了很久，你们因为重情重义，所以一直在当前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比方说委屈自己啊，或者是说在无穷无尽的等待当中，那么宇宙在告诉你，当前的你需要去醒来。我们看这个能量啊，第一张牌吊人，最后一张是魔法师，能量差别非常的大。我们都知道在吊人这里啊，12号牌它的数字能量是3，它讲的是一种创造，而创造的能量当中，我们现在最后落到了魔法师，也就是全新的开始是全新的开始。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去想一想，你们心中真正想要的这个不一样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在你职业发展当中的当下，你如何去创造这个新的未来，如何为自己去解开你职业发展道路的这个钥匙，你心中的目标，你心中的这个所谓的影响力，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好，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连接到的关于你职业发展的所有的讯息和内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也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希望你们的梦想可以实现哦。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